有人叫他皮带哥，有人叫他2万亿，也有人说他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和赌徒。但很少有人记得，当年他的父亲给他起的小名叫工厂。这个没娘的农村孩子，前半生最大的梦想，不过是能吃上口不发霉的窝头。今天，咱们来复盘许家印的草莽上半场，看一个极度饥饿的人如何变成一个极度危险的庄家。1958年，许家印出生在河南周口太康县的一个叫巨台岗的穷村子。这地方名字听着吉利，实际上穷得叮当响。他这命开局就是地狱模式。出生才8个月，亲娘得了败血症走了。在那个年代的农村，没娘的孩子像根草，全靠他那个伤残的父亲许贤高和奶奶拉扯。许贤高是个老革命，他曾经当过连长，但在1946年，他却因伤回家务农，失去了近在眼前的吃公粮机会。他给许家印起了个小名叫工厂，希望他以后能进厂当工人，吃上公粮。他是个见过世面的人，虽然复员后只是在村里管农具记工分，收入微薄，但他有一股子倔劲儿。在那个大家都急着让孩子下地挣工分的年代，老许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砸锅卖铁也要供儿子读书。这是一场父亲带着儿子的豪赌，家里少了一个壮劳力，还要多一张嘴吃饭，全家的口粮都被压缩到了极限。许贤高把全家的希望都压在了这个没娘的孩子身上，他告诉许家印，只有读书，你才能跳出这苦海。1975年，许家印高中毕业了，但那个年代高考中断，他只能回村务农。他偷偷卖过石灰，开过拖拉机，甚至在生产队挖过大粪。1977年，高考恢复的消息传来，许家印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但第1年他落榜了，这时候普通家庭可能就认命了。但许贤高没有，这位执着的父亲再次站了出来，他让儿子放下锄头，继续复习。为了找个安静的地方苦读，许家印住进了学校附近拖拉机站的一间破房子。那是许家印前半生中最黑暗也最关键的5个月。他每周回一次家，背上一筐家里省下来的红薯面、黑窝窝头，还有一瓶子盐水，这就是他1周的全部口粮。那时候天热，窝窝头很快就长毛了，绿莹莹的霉斑看着让人反胃。许家印用水冲一冲，把霉点搓掉，就着盐水接着吃。1.76米的大小伙子饿得只剩90多斤，这种发霉的味道混合着拖拉机站漏雨的霉味刻进了他的骨子里。这不仅仅是苦读，这是一场战争，对手是饥饿，是贫穷，是村里人的不看好。他的背后则是全家的希望，是父亲和奶奶孤注一掷的托举。他只能赢，不能输。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78年，在人口上百万的周口地区，许家印考了第3名，收到了武汉钢铁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他终于要跳出那个饥饿的坑了。对他来说，这不是求知，而是改命。这种极致的功利主义，这种对目标的偏执渴望，从他背起那筐发霉窝窝头走进拖拉机站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许家印带走了2样东西，一是那种极度饥饿从而极度贪婪的狼性，二是那种被全家族压住必须成功的赌性。这时候的许家印就像一头饿了20年的狼，终于被放出了牢笼。后来这头狼在草原上不仅吃到了肉，还差点把整片草原都给吞了。但那是后话了，此刻他站在命运的转折点上，心里只有一句话：老子再也不吃发霉的窝头了。从武汉钢铁学院毕业后，许家印并没有如愿留在繁华的大城市，而是被分配到了河南舞阳钢铁厂。那是1982年，武钢地处偏远，条件艰苦。对于一个刚发誓再也不吃发霉馒头的年轻人来说，这似乎又是一个坑。但他很快发现，在这个管理混乱、人浮于事的新厂里，藏着他这种改命者最需要的机会。此时的许家印展现出了一种与年龄极不相称的成熟与钻营。当年大学生稀缺，进厂没多久，他就作为技术骨干被送到鞍钢学习。那时候企业成文的东西很少，经验技术大多掌握在文化水平有限的老师傅手里。许家印整天泡在车间里，给鞍钢老师傅滴烟打水，取得了信任。然后他抓住机会，以帮师傅整理技术资料、润色文章为由头，很快就把鞍钢的生产工艺和操作规程全给套了回来。偷师成功后，24岁的许技术员开启了他的第一次管理实验。
他结合学校所学和在鞍钢偷来的规矩，仅用几个月时间就炮制出了一套多达300条的生产管理制度。这些规定极为严苛，他甚至规定值班人员身体打开幅度超过150度就可认定为上班睡觉，要罚款。这种对微观行为的绝对控制，让习惯了大锅饭的工人们感到了一阵寒意。但效果是立竿见影的。第2年，他被提拔为副主任；第3年，他就当上了热处理车间主任。在那个200-300人的车间里，许家印就是绝对的权威，工人们背后叫他小皇帝。他那股对目标的偏执渴望在这里疯狂生长，车间很快成了全场的标杆，他个人也拿到了冶金工业部的奖项。但许主任并不是一个只会挥舞大棒的酷吏，他深谙恩威并施的帝王术。他利用废弃的钢材给工人们搭起了休息室和洗澡房。那个年代，下班能洗个热水澡，简直是神仙待遇。工友们高兴坏了，管这片自建的小天地叫许家大院。有一年春节，他更是大手一挥，给车间300多号人每人分了200斤大米。厂领导知道了，批评他分太多，出风头。许家印当面不吭声，但回头就让人照发不误。靠着这套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许家印在基层建立起了一种稳固的忠诚。工人们怕他，烦他，甚至在心里骂他，但同时也真的服他，因为跟着许主任，既能拿先进，又能分到实打实的大米。这种极度压榨加重赏利益捆绑的模式，成了后来恒大高工资、高考核、高淘汰管理模式的原型。在恒大，这些规章被扩充到上万条，小到员工的着装、伙食，大到设计方案审批、招投标，事无巨细，全部标准化，把所有人变成机器上的螺丝钉，按标准运转。为了让自己的战功被更上一层的人看到，许家印还展现出了惊人的宣传天赋。他自编自导，动用厂里的资源拍了一部宣传片，名字叫《热处理在前进》。片子拍的那叫一个光鲜亮丽，锅炉锃亮，工人精神。片子在武钢电视台反复播放，全场上下，甚至市里的领导都知道了热处理车间有个能干的许主任。这种成功开启了他对宏大叙事和公关先行的痴迷。后来恒大砸钱搞足球，在北京大礼堂开万人会，甚至养歌舞团，都能在这儿找到一脉相承的基因。然而那种在车间里养成的小皇帝心态也让他付出了代价。他控制欲太强，总想主导规则，这种锋芒毕露让他在处理与厂领导的关系时显得生硬。在车间主任这个位置上，他一做就是7年，职位再未变动。最终的决裂极具戏剧性。为了给职工发福利，许家印私自处理了一些厂里的废铁，结果被告发，受到了处分。对于一个已经在车间里尝到绝对权力滋味的小皇帝来说，这种来自上层的压制是不可接受的。1992年，随着春风吹遍大江南北，许家印蠢蠢欲动，他向厂里提出辞职，南下深圳。他离开时，档案里还记着一个处分，但他脑子里装的却是一套完整的社会运行逻辑。他明白了一个道理，规则是用来驯服下层的，而破坏规则则是上层通往财富的捷径。在武钢，他因为卖废铁这种破坏规则的行为跌了跟头，但他很快就会发现，如果把规模放大1万倍，变成杠杆游戏，那就不叫违规，而叫资本运作。就这样，带着这种小皇帝的傲气和破坏者的野心，许主任踏上了南下的火车。1992年春天，在钢铁厂当了7年车间主任，管着几百号人的小皇帝，毅然扔掉了铁饭碗，揣着一份30多页的简历，闯进了深圳。在苦苦寻觅了3个月后，他被一家叫中达的贸易公司录用，月薪500元，是钢厂的3倍。在中达公司，34岁的许家印完成了一次惊人的人格格式化。曾经在钢厂说一不二，甚至敢拍桌子跟领导叫板的霸道许主任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揣着红塔山，见人就弯腰，开口闭口师傅的笑脸业务员小许。但在这张笑脸背后，却藏着他最锋利的獠牙，资源变现。他利用在武钢的人脉，把河南的钢材运到珠三角，对接上珠三角那些嗷嗷待哺的基建项目，短短3个月就为公司跑通了上千万的业务。老板黎志强乐开了花，这简直是财神爷嘛！于是很快，小许就变回了许主任，中达公司办公室主任。1994年，中国房地产迎来了第一次末日，那场暴风骤雨般的调控让海南、北海的泡沫瞬间炸裂。
万通六君子带着赚到的第一桶金逃离海岛。冯仑后来回忆说，那时候的海南连空气里都是破产的味道。广州市场同样哀鸿遍野，地价暴跌，开发商们都在想方设法断臂求生。许家印搞钢材贸易，天天跟这帮唉声叹气的开发商混在一起，反而发现了机会。当时的他不懂房地产，但他用一种朴素的工业逻辑说服了老板黎志强，人总要住，市场就在那里，现在入场，地价便宜，正是捡钱的时候。黎志强是个精明的香港商人，他看中的不仅是房地产的暴利，更是许家印这个人。他知道，如果不给这头野狼一片草原，他迟早会咬人。于是黎志强拍板，出资1500万成立鹏达实业，派许家印去广州试试水。就这样，许主任如愿当上了许总，工资涨到2000元。他带着一个出纳、一个司机、2个办事员杀到了广州。许家印在广州郊区租了个破旧的民房，晚上住宿，白天就在客厅里打电话开会。但他定下了一个规矩，办公可以寒碜，接待必须顶级。他在5星级酒店包了一间长期套房作为接待点。这正是经典的许氏做派，越是穷就越要表现出有钱，越是风险大就越要表现出实力深不可测。他看中了当时没人要的一块废地，大潭沙的一片垃圾堆。通过收购，他拿下了开发权，可地拿到了1500万启动资金，却花得差不多了。许家印展现了他人生中第一次大规模的杠杆操盘。他利用黎志强多年贸易积累下的银行信誉和中达公司强大的贸易流水，通过土地抵押加信誉担保，从银行贷出2000万元。当时的广州房地产市场主流逻辑是建大面积的豪宅，目标客户是有钱的港商和华侨。但许家印在酒店套房里，却在研究那些写字楼里穿着西装挤公交的年轻白领。他意识到，这些人手里有点积蓄，却享受不了福利分房，他们买不起大房子，但对住房的渴望是实实在在的。许家印做了一个在当时被同行嘲笑为贫民窟的决定，全部见小户型，把总价压到最低。市场是挤出来的，钱是借来的，巨大的贷款压力让许家印也不能寐。为了降低利息成本和风险，他开始疯狂地卷速度。他把在钢厂那套标准化流程直接平移到了工地上。他逼着工程队和报建团队日夜加班，创造了史无前例的8个当年：当年征地，当年报建，当年动工，当年竣工，当年售罄。1995年，珠岛花园开盘，那是一场足以载入广州地产史的奇观。当其他楼盘还在楼市下跌的泥塘中苦苦挣扎时，珠岛花园以买得起的价为口号，精准地击中了广州奋斗者。几百套房子在开盘仅半天时间就被抢购一空。那天的广州大潭沙挤满了揣着存折，生怕抢不到房的刚需客。这一战，许家印用1500万的启动资金，为公司净赚了整整2个亿。看着账户里那一串惊人的数字，许家印的心里却五味杂陈。他给老板赚了金山银山，可低头看看自己的工资条，依然是那3000块的死工资。他明白，这只借来的鸡已经下不出更多蛋了。要想吃蛋，得把鸡变成自己的。1997年5月1日，广州的空气里已经透着躁动的暑气。在中达贸易老板黎志强的办公室内，一场后来被无数次复盘的谈判正在进行。许家印先开口了，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压力。人是有价值的，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水平，什么样的贡献，就一定要有什么样的待遇，不然从管理上来说是留不住人的。李老板听完，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年轻人，不要钻进钱眼儿里，你迟早会成大器的。这场谈判后来被许家印包装成了因加薪被拒绝而不得已创业的悲情故事。他曾感叹，如果当年老板给了我20万年薪，就没有后来的恒大了。但当我们拨开历史的尘埃，会发现事实远比这番怀才不遇冷酷得多。为了这次谈判，许家印整整提前了1年进行布局。早在珠岛花园还没清盘时，他就悄悄注册了自己的控股公司，并利用复杂的关联交易，将中达旗下的天地实业这个在黎志强看来毫无资产的空壳剥离到了自己名下。黎志强以为许家印只是捡走了几片碎砖头，却没意识到他偷走的是进入房地产名利场的入场券、开发资质。在走进李老板办公室前的2个月，许家印已经锁定了广州工业大道上的农药厂地块，那是全广州地产商避之不及的死地，位置偏僻，污染严重。
而他却如获至宝，他将天地更名为恒大，准备在那里祭出他的开山之作。但他面临一个致命的死结：没钱。在90年代的地产江湖，钱不等于钞票，钱是信誉。如果他能说服黎志强，让中达集团这个老牌企业为他的新项目提供信用担保，他就能以极低的成本撬动银行的巨额贷款。所以，那场谈判的本质绝非20万年薪，而是一次关于超级合伙人身份的终极摊牌。许家印给出的潜台词是：项目我找好了，李总你不用出1分钱，只要出面帮我背书融资，大家就能一起分肉。而黎志强的拒绝也并非因为吝啬工资，而是看穿了这头野心狼试图借鸡生蛋、反客为主的阳谋。老牌商人的直觉告诉他，信誉是公司的命根子，绝不能交给一个已经开始暗度陈仓的人。传说多年后，许家印登顶首富，每逢春节仍会去给黎志强拜年，并谦恭地等在路边，亲自为他开车门。这恐怕不仅仅是大人物的人设秀，更是他对当年那场金蝉脱壳的心理愧疚。谈判破裂，许家印被彻底推到了悬崖边缘。没有老板背书，银行大门紧闭，账户里那点可怜的启动资金，连一块围墙都盖不起来。在极度的窒息感中，许家印彻底释放了他的狼性与赌性。他先是对农药厂展开了极限施压：你这块地是废地，又偏僻又污染，现在行情这么差，除了我，没人玩得转。当时农药厂正急于甩掉包袱，许家印又适时抛出珠岛花园的成功案例作为诱饵，胡萝卜大棒一起上，土地值多少钱我不砍价，但是治理污染成本太高，我如果一次性付款，项目必死，必须让我分期，首期必须低。最终，这份充满压迫感的合同签成了，11万平米，分3期付款，首期仅付500万。许家印拿着合同，靠着多年积累的人脉东挪西借，凑齐了首付，账上就又没钱了。他祭出了第二招，画饼加垫资。他向施工方承诺了高于市价15%的工程款，但条件只有一个，必须带资进场，先干活后给钱。38天后，挖掘机在土地上轰鸣了起来。许家印给项目起名叫金碧花园。他干的第一件事不是盖房，而是环保造势。他疯狂地挖土，把被污染的表层土全部运往郊区，再从山上运来净土回填。这一招换地皮，在当时简直是神来之笔。他把环境劣势硬生生营销成了健康卖点。为了业主的健康，我们把整块地都换了。对许家印来说，这是一场与死神赛跑的现金流游戏。他像个监工一样盯着每一寸进度，日夜赶工，因为他知道他的命就在速度这2个字里。所谓恒大的高周转模式，最初并不是为了追求暴利，而是一个穷途末路的赌徒在资金链断裂前的一场亡命狂飙。为了快速销售，他故技重施，把主力户型控制在60至80平米，单价仅2500元，一套仅20万的价格，直接击穿了刚需族的心理防线。开盘当天，售楼处像炸开了锅，人们像抢白菜一样疯狂涌入。仅2个小时，300多套房子一扫而空，入账8000万元。那一年，39岁的许家印终于彻底甩掉了贫困的标签。他不仅赚到了人生的第1个亿，更用一场豪赌验证了他那套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的生存哲学。当时的人们以为这只是一个草根逆袭的偶然奇迹，却没人预料到，这套在农药厂毒地上诞生的极限操作，即将被他复制到全中国，变成一架吞噬土地与资本的庞大机器。金碧花园的灯火照亮了许家印通往首富的康庄大道，也在他身后投下了一道长长的黑色的阴影。属于许家印的草莽时代落幕了。接下来，他将带着这套赌徒般的生存基因，闯进更加血腥、更加迷幻的顶级资本局。